娃哈哈苏打水邀您收看《龙岭迷窟》，跋山涉水寻宝，喝娃哈哈苏打水，解辣去腻，清爽畅饮，助我百步穿杨，战迷窟。你还别说，老金这一瞎跑，还真给咱跑出点生路来。 OPPO Find X2 系列邀您共赏《龙岭迷窟》。看见没有？这东两边全都是脚印儿。这都挖的跟圆规画的似的，忒圆了这也。哎，我估摸着这应该是刚才那位摸金前辈挖不到的。 哎呀，你们二位这说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们下来的时候，见了一摸金校尉的尸体，证明老胡说的对，愚公庙底下确实有一大墓，还是一西周的，因为我们发现一西周的青铜鼎。啊，我错过这么多东西啊！没事，我带你回去看看去。不去，别吓唬他。 一会儿他再跑了，咱可追不上了。哎，进去看看吧。好啊，老金，起来。来，回家。是这位神仙救了咱们，感谢神仙保佑，感谢神仙保佑，感谢保佑，感谢，谢谢。哎，二爷，你们看，哎，这梁是不是鱼骨头做的？啊，还真的是。 哎，这不就是那鱼骨庙吗？啊！看来真让你说着了，这鱼骨庙啊，还真就是那个盗洞的入口。咱们是托这位摸金校尉的福啊，那回头我得打听打听，这位前辈到底是谁。你看，哎呦，我歇会儿吧，我。哎，二胖呀，啊，狗熊蹭树呢，在这儿。不是我这痒啊，我够不着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过来帮我快两下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儿。哦，怎么这边？哎，啊，我说您这后背怎么疙了疙瘩的呀？疙了疙瘩的啊？您把衣服脱了，我看看，有东西。转过来。哎，胖爷啊，哎，像他那肩头这边那红斑啊变了，嘿，变什么了？变得跟眼珠子似的。眼珠子啊？怎么了？哎，老胡，你那红斑变了没有？我的。看！哎，来，别着急，哎，起来，轻点，来看。哎，你瞧见没？哎，哎，变了，嘿，还真有一眼睛，哎，跟那人一模一样，跟我这一样是吧？一样。真的假的呀？啊，真的。什么样啊？我看看。哎，就这样。离卦啊？离卦？什么离卦呀？还记得那陈瞎子给咱那平安符吗？哦，对了，就是咱没弄明白最后那卦怎么个意思，那个不就是离卦吗？不是，咱不是说眼睛的事儿呢，这跟离卦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对呀。这八卦中的卦象，除了对应自然现象以外，也可以对应人体的器官。离卦对应的就是人的眼睛。哦，不是老胡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瞎子给咱那平安符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后背上能有一眼睛？
这忒神了。我承认他是个高人，但也没那么神。哎，不会是咱在水房的时候，他听见咱们聊红斑这事儿了吧？应该的，那会儿没聊眼睛啊。是啊，那他怎么对红斑的事儿这么了解呢？不是，这老爷子神神叨叨的，他有什么企图啊？他要知道点什么，直接跟咱说不就完了吗？现在想来，他那第二卦所指的西南方向，可能不是渡口，就是这鱼骨庙。哎，这老爷子怎么对摸金校尉的事儿这么了解呀？这里边肯定有事儿。是啊，不行，我得回去找他一趟，我得把这事儿问清楚再说。辉呀，可千万别介，马大胆儿那帮亡命之徒能轻易饶过咱们吗？啊，陈瞎子住那地方可就在招待所那院里头，万一马大胆儿在那儿留了眼线，守株待兔，咱要去了可是自投罗网。依着我，咱还是赶紧离开此地。也许这个就是普通皮肤病，咱上301医院是吧？吃点药，没准就好了呢。不是秦爷，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，合着这玩意儿没长你身上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想着我后背顶着这么玩意儿，我心里就膈应。没错，我也不想稀里糊涂就这么跑了，后背顶了一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要不这样吧，胖子你先带大金牙回北京，我去自己找一趟陈瞎子。我不回去，我跟你在一块儿。那万一……别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老金，你不想回北京吗？你自个儿回去吧。爹，你身上没有红斑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大家都是厂里人。你这会儿撤呀，合情合理，我和胖子能理解。是，我了解你，你不就软了吗？你不就怕了吗？你不就怂了吗？我怂的是大呲花，啊，我这不是也是替咱们的安全着想吗？话说到这儿了，得，我还就陪你们二位爷一条道走到黑了我。嘿，金爷，看不出来您还是条汉子。但是您还是这个，您听我把话说完了，咱现在啊，还是先去那王老头他们家去吃点东西，养精蓄锐。等到半夜，咱再去那招待所。哦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悄悄的进村里，打枪的不要。毁了你！坚持点啊！到了。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后生，又是你们几个呀？咋成这样了？你又渴了，你又饿了，你又累了，都病了。大爷，麻烦给我们间屋，让我们歇一觉，行吗？不是我不答应啊，就上次说的那个教授要从北京来了，每次呀都住在我家，他有个怪脾气，就是不想见外人。这次呀又带个女助手，就更不方便了。大爷，您看这都这样了，您就让我们进屋喝口水，换个衣服。不就是有个女的吗？我没觉得不方便，真的。不是我不答应，这不方便。胡八一，美国妞。寻宝探险靠我老胡，找对象就用一对，来一对成一对，撮合一对又一对。胡八一推荐的秘密武器，快来试试它的威力。我之前去北京找过你们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你们来这儿干嘛呀？说来话长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孙教授，文物局的专家。这位是胡八一，这位是王凯旋。他们都是我跟陈教授清绝古城一行的队员。这是金老板。啊，金爷。啊，您叫我大金牙就行。哎，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你们两个人的身上有没有长出一种眼球形状的红斑？
你怎么知道的？不是，怎么你也有啊？对不起，是我害了大家。怎么个意思？我们身上的这种红斑，其实是一种病毒。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半山道人？摸金校尉，发丘中郎将，搬山道人谢领力士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四大门派吗？那只是一种表象。半山道人一派另有渊源。上千年来，他们认为自己源于这种红斑，也亡于这种红斑。王？很久以前，在西域的扎格拉玛山附近生活着一支部落，叫做扎格拉玛族。他们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迁徙而来，在这里与世无争地生活着。直到人们无意中在山腹里发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鬼洞，族中的先知带领族人祭拜鬼洞，试图窥探鬼洞深处的秘密，却不想因此招来可怕的诅咒。所有被诅咒的人身上都会出现一种眼球形状的红色斑块，终身无法消除。生出这种红斑的人都活不过50岁。虽然不会立即死亡，但在临死之前，他们的血液会逐渐变黄，呼吸愈发困难，受尽折磨。先知占卜得出，中原世界有着和红斑图案一模一样的神珠，只有找到此珠，方能破除诅咒，延续族群。于是，扎格拉玛族人便开始一路向内陆迁徙，渐渐被汉族文明同化。最终，扎格拉玛族通过诸多线索，确定了此珠就是中原传说中的木尘珠。于是，扎格拉玛族的后人开始了历经千年寻找木尘珠的艰难旅程。他们认为木尘珠存在于世，只不过被当作了陪葬品，埋葬在古墓中。他们为了摆脱红斑的枷锁，不得不分散在各个地方，在不同的墓中寻找木尘珠。这半山一派擅长深刻制化之道，平日里以道人的身份自居，只为求药，从来不贪恋财物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苦衷。哎，对了，杨小姐，你刚才都把我说晕了。有一事我没闹明白，这到底是红斑诅咒还是一种病毒啊？所谓的诅咒，是因为古人对科学知识认知的有限，经常把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曲解为玄学。后来经过我们的研究，现在已经确定，它就是一种病毒带来的疾病。简单的说，病毒破坏了血红蛋白对铁离子的吸收，导致 IDN 症状，血液逐渐变黄，吸氧能力下降，最终患者因为基底衰竭而逐渐死亡。嘿，嘛呢？一惊一乍的，这没你事啊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，是不是？啊？不是，你明知道去那鬼地方能染上这破红斑，不是你还把我和老胡往坑里带啊？你安的什么心呢？不是，可惜让老胡他对你……怕了，冷静点行吗？事儿都已经发生了，能怎么着啊？现在就是有病治病，有药找药，你急有什么用啊？先把话听明白。我听得很明白，这妞就想往死里整咱俩，你听不出来啊？不是，怎么这会儿你还替他说话？他想弄死你呢！人杨小姐没那意思，好吧？对不起，是我的疏忽。如果我知道精绝古城一行会让你们染上红斑，我是绝对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啊，我知道。所以现在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补偿你们。你补偿个屁！我让你补偿我命，你补偿得起吗？
载过他的去向，可是这一块被后人称之为龙骨天书的龟甲片，现在也找不到了。不是你说那么多废话，你是不是就想告诉我们说这珠子现在找不着了？杨小姐，既然你们都到这儿了，肯定是了解其他的线索。恕我多嘴，都已经到这份上了，你就交个底吧。你为什么对搬山道人这么熟悉啊？啊，对，你怎么知道那扎格拉玛？那扎特拉玛族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就是扎克拉玛族的后人。我的外公，江湖人称鹧鸪哨，就是最后一名搬山道人。这就是我外公留给我的关于沐尘珠的最后线索。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关于我外公的故事，这个笔记本上都有记载。红斑诅咒困扰吴派数千年，吴派生而绝望，奔波到死，最终依然难逃和祖先一样的命运。如今吴派人才凋零，日渐式微，吴代师弟老洋人与师妹花灵深入平山，然得知沐尘珠在古西夏黑水城，系师弟师妹惨死他乡，吴痛心疾首。搬山，鹧鸪哨，原来是当今搬山的魁首。听闻前辈是摸金校尉张三爷的大徒弟，还望赐教摸金之术。了尘隐居多年，早已不问前尘。更何况，听闻搬山道人伐古墓者，只求不死仙药，对金玉名器不感兴趣。实不相瞒，不死仙药是讹传。搬山真正要找的是沐尘珠。我搬山一派皆是同族后裔，祖上受人诅咒，族人皆活不过半百，只有沐尘珠可见。但你们搬山一派自有高明的手段，为什么还要学摸金之术？我探知沐尘珠在西夏国某个藏宝洞中，此洞位置隐秘，凭搬山填海之术恐怕难以找到。听闻摸金校尉善搜山寻龙，分金定穴，我想用摸金之术，定可找到沐尘珠。我原本早已发愿，金盆洗手，再不摸金。冥器一旦重见天日，世上又会生出多少腥风血雨？但事关你一族的困苦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。也罢，传术可以，但按规矩，先立投命状，再受摸金符。多谢了尘大师慈悲之心。此去西北10里，有半块无字石碑，其下是一座南宋古墓。那墓墓位不正，锋逆气凶，形如断剑，势如覆舟，是标准的凶穴，极易酿出事变。切记摸金校尉的规矩：鸡鸣不摸金，灯灭不摸金。鸡打鸣之后，不好继续摸金。
最忌在墓室中遇见猫、狐、黄鼠狼，极易激起尸变。便是尸变，也要取脸符回来。下墓取义的经过便是如此。不错。有话直言。只不过，鸡鸣灯灭的同时，脸符才拿到手中，无法分辨哪般在前，哪般在后，不敢断言是否坏了规矩。门规所限，不便为难。他日若得不死，晚辈再来聆听禅令。等等，你不学摸金之术，如何寻找沐尘珠？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我会另想办法。你来拜我为师，想必是我们命中有缘，我当渡此劫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愿意收我为徒，不在乎坏没坏规矩？医者救苦得乐，乃是我佛教诲。既知你异族人的困苦，我便没有袖手旁观之理。二者，你没有隐瞒，
在灯灭鸡鸣的同时，才拔到脸服的细节，不仅身手了得，还为人坦荡，难能可贵。承蒙武师不弃，收入门墙实乃3生有幸，恩师在上，受弟子3拜。鹧鸪哨，为师问你，摸金的行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弟子愚昧，还请师父教诲。慈，就是给予众生乐；悲，就是拔除众生苦。摸金行当，罪孽深重，罪忌自坏德行。你既尊我为师，为师就有导你向善的责任。我知道你是个闯荡江湖的顶尖人物，可办事若没有慈悲之心，只求果断狠辣，我怕你是管得了人命，解不了天命，你懂吗？懂了。弟子定会爱惜人命，莫逞草莽之勇。不单是人，野猫虽然是畜生，也是条生命，你实不该在墓室里把它一脚踢死。以后凡是与人动手，都应该给对方留一条活路。是。你随我来，将这南宋女尸的脸符焚化了，一起念几遍往生咒，也好让尸变者和野猫往生极乐。明日，我们师徒2人便启程去找沐尘珠。是。